Hello，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我是 Cleo。今天的这一期播客会有一点不一样。前段时间，我和一位正在学习中文的朋友 Dusha 一起旅行，也顺便录了一期播客。但当我后来重新听这段录音的时候，我发现这段对话本身非常有意思，但如果就这样原封不动地放进来，其实没有那么好听。所以这一期我想换一种方式，我会一边带你复盘我们聊天的内容，一边用更清晰的方式重新讲一讲他在中国的这些经历。中间我也会保留一些我们当时的原声片段。好了，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播客吧，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和你们分享了。他叫 Dusha， 是一位在美国工作的工程师。在过去的几周里，他在中国旅行，从台北、香港、广州一路到昆明。我们现在在昆明，然后你是2天前到昆明的。你对昆明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比如说天气啊，或者是街上的人啊，街上的样子。我觉得昆明的天气非常好，跟加州在美国很像。我也很喜欢这家青旅我是吗忘了，对对对 ？Hostel。对，青旅。我很喜欢这家青旅。我觉得很热闹。很热闹，对。楼下会有咖啡馆，有好多人对对对在唱歌。我记得周五晚上你刚刚到的时候，就有一个中国的歌手在那边唱歌，对吗？对，好像是每个周五的嘛。对，每个周五的晚上8点到9点还是10点，我忘了，但他们都会在楼下的咖啡馆的一个小角落唱歌。我知道你去了很多中国的城市，然后你可以简单说一说，如果让你在目前所有你去过的城市里面选一个你最喜欢的，你会选择哪一个？当然是昆明。昆明。对。为什么？我更喜欢比较慢的城市，比如说在上海，生活真的很快，然后大家非常忙。我在广州也感觉就是这样。然后我也很喜欢台北，但是我觉得台湾跟大陆很不一样。慢的地方我觉得就是昆明或者成都。昆明或者成都。对成都那边也会有很多大爷大妈，可能在人民公园是吗？在人民公园喝茶，或者路边，大家感觉节奏都很慢，对然后都非常舒服。对，然后他们有火锅的文化，晚上大家去火锅餐厅，然后他们聊一聊。对，我其实最近刚从普洱旅游回来，然后我发现景迈山那边的人，他们也是非常喜欢喝茶，然后可能一坐在那儿就是一个下午，大家可能就喝茶，然后聊天，然后也不干什么很大的事情。然后昨天我们吃饭的时候也聊到，其实上海和纽约这些大城市有点像，对吗？对。对，我之前好像看到你给我发的一张照片，我就会问这是在哪里，因为我感觉很像上海，然后但其实是伦敦，是吗？对对，是伦敦。对，其实是一张伦敦的胶片的照片，然后当时多少发给我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在上海。对对。就是这些大城市都太像了。然后我想分享一件这次旅行中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我们在昆明的翠湖公园遇到的一幕。那天下午，我们正在公园里走，突然有个中国游客走过来，
他没有直接说话，而是举起了手机。手机上是一段翻译好的英文，他说 "Can we take a photo together?" 我当时其实愣了一下，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就非常非常好笑。一个中国人他用了翻译软件问一个其实会说中文的外国人可不可以一起拍照。我也很惊讶，他们真的问我们我们可以一起拍照吗？他是一开始先在手机上给你展示英文的翻译，就是我们可以比个这个手势，对吗？对对。peace 的一个手势，对吗？还是对。对，然后他先是用翻译软件问你，然后之后我说，你会说中文，然后他就很惊讶，他也不知道该说英文还是说中文，然后他也感觉不太相信，对吗？对。对，然后我就说你会说中文，他就非常惊讶，之后他就问我你是混血吗？我当时愣住了，因为从来没有人在中国问过我这个问题，他就问我你是混血吗？然后对了，说到这个混血这一点，我要在这个播客里面澄清一下，我是中国人，我不是菲律宾人，也不是法国人，也不是越南人，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本地人。类似的事情其实还发生了一次，是在我们住的 Cloudland 青旅的前台。多少去办理入住的时候，工作人员一看到他，就立刻切换成了英语，于是一个很微妙的情况出现了。多少在想，我到底要不要说中文？我觉得如果我突然说中文，他们也可能惊讶，可能尴尬，不知道应该说英文，应该说中文。对，他们一看到你，可能就上来就是英文，直接开口了，所以你也不知道要说中文还是英文。对，因为他们的问题都是英文，所以我也用英文，因为他们用英文问我，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应该说中文吗？对，然后后来我过来了，对吗？对。然后我说他听得懂中文，对，我跟他说他听得懂中文，然后那个酒店的招待的人他也非常惊讶，对吧？他笑得很尴尬。那一刻你会发现，有时候语言能力本身不是问题，而真正有趣的是别人以为你会说什么语言。所以这几天在昆明，我们遇到的这些小事，比如被要求合照，被误认为不会说中文，被问是不是混血，他们看起来都非常小，但是这些事情放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了非常有意思的语言现象。就是当你跨越语言和文化的时候，真正发生的往往不是沟通，而是误解。而这些误解有时候反倒比沟通本身更加有趣。刚刚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旅行和城市的事情，接下来我想把话题转到一个对他来说同样重要的部分，也就是摄影。我用的是数码相机拍摄，而多少他用的是胶片。所以在这几天我们也在一起拍了很多照片，这是我第一次尝试胶片摄影。我们尝试了增感拍摄，我问了他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你一般喜欢拍什么类型的照片？我一般喜欢拍街头摄影，或者到中文怎么说 architecture？建筑摄影。就是拍房子啊，拍建筑，拍大楼的，对，拍大楼的摄影。对，我们这几天在昆明转的时候，我们也拍了很多大楼的，拍了很多建筑的，对吗？对。然后我们还去了昆明，我在昆明最喜欢的一条街，对吗？是文林街。对。那边有很多咖啡馆，有很多
有意思的店，然后我们还在那里一家叫玛纳的餐厅吃了饭。对，如果下次大家有来昆明旅游的朋友，我也推荐你们去吃这一家餐厅。你觉得这家餐厅的云南菜怎么样？很好吃。辣吗？我觉得不辣。完全不辣是吗？完全不辣。牛肉有一点点辣，对我来说有点辣。我觉得不辣。你觉得不辣？对，如果昨天我也跟你说，如果在0到10分的辣度之间选一度的话，我觉得可能已经是7度或者8度了。你的 rate 是什么？它的从0到10，对，应该是2。对，真的不辣。真的不辣。明白了。那你觉得在成都辣吗？成都辣吗？成都的辣跟我家人吃的辣不一样，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印度人，然后我从小时候已经习惯吃印度的辣，但是我觉得成都四川那边的辣就是麻辣，对吗？对。所以跟印度的辣很不一样。我觉得多少真的很能吃辣，因为他的父母是印度人，所以他从小就吃辣。而且他们的辣和我们理解的辣完全不是同一回事。他说四川的辣是麻辣，但印度的辣是另外一种系统的辣。对，我刚刚想到了，你说不太辣，其实我们在中文里面还有其他的表达，比如不太甜，对吗？对。昨天我们吃了一个昨天你吃了一个鲜花饼，对吗？对。你可以说一下这个不太甜的事情吗？对，我一开始学中文，我用的软件有个句子，就是太甜了，然后他们的英文翻译有那个好吃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在中文太甜了不是好吃的意思，就是不好吃的意思。然后中国人应该他们说如果是说好吃的甜品，他们应该说不太甜。不太甜。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如果你说一个甜品不太甜，其实是在夸它，是在说很好吃。但对他来说，这个完全反直觉，因为在英语里，如果你说一个甜品很甜，那通常是在说它很好吃。但在中文里刚好相反，如果你说太甜了，反而有一点不太喜欢的意思。所以我们就开始聊这些很细微的差别。比如说，如果我说这个蛋糕不太甜，是在夸它；但如果我说这个蛋糕太甜了，可能就是在嫌弃，甚至语气一变，意思也会变。比如太甜了，就有点过了。但如果你说这个好甜啊，反而是可能在说好吃。所以对于辣也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人很能吃辣，他可能会说这个够辣，或者不辣不欢，对吗？这是在夸。但如果他说太辣了，很有可能意思是他吃不了。所以我们发现真正复杂的不是词汇本身，而是语气、文化，还有你习惯的那个标准。同一句话在不同的人嘴里，意思可能完全相反，而这些细节可能就是语言最有意思的地方。
也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你学了一门语言，但你还是会听错这个世界。刚刚我们聊到了他拍照的风格，我们尝试在夜市拍了胶片摄影。我们用白天的彩色胶片，也就是柯达的 Porta 400去拍夜晚，而且还做了增感的方式冲洗。什么叫增感呢？增感就是用更低的曝光拍照，然后在冲洗的时候补回来，让画面变得更亮。用最简单的例子讲，假设你用的是柯达 Portra 的400 ISO， 正常情况下，如果按 ISO 400去拍，正常冲洗，如果你是在晚上拍，光会不够，对吗？所以增感操作就是拍摄的时候，我们把 ISO， 也就是感光度，当成800或者1600来使用。所以冲洗的时候，我们需要告诉冲洗店，加1档曝光或者2档的曝光。冲洗的时间会变长，所以会把画面拉亮。所以那天我们在夜市里拍了很多东西，蔬菜摊、水果摊，还有各种小吃，还有那些被灯光打得非常亮的招牌。其中有一张我印象特别深刻，是他在晚上11点多拍的一家蜜雪冰城。那个时候夜市其实已经快收摊了，大部分的店都暗下来了，但那家蜜雪冰城还亮得非常夸张，像一个灯塔一样。你还拍到了蜜雪冰城，对吗？啊，对昨天的最后的几张，在大概晚上11点多了吧。那个11点多，对。对，那个夜市已经快关门了，然后那个雪王还非常亮着，对吗？对。嗯。所以我拍了蜜雪冰城的牌子。你吃过蜜雪冰城的茶吗？好像一次在可能是在成都或是上海，我忘了。我一次喝过。但是脑子里还有蜜雪冰城的那首歌。你爱我，我爱你，蜜雪冰城甜蜜蜜，对吗？对，其实它是根据一个美国的民歌改过来的，对吗？对。对，美国的民歌，我从小时候唱过的这首歌。所以我第一次听到蜜雪冰城的那首歌，我有点惊讶。我觉得这个就是美国的民歌。对，就是美国的民歌。其实我之前也不知道，是你跟我讲了我才知道，原来这个就是你们的民歌改过来的，对吗？对。然后在台湾，他们的公交车都有如果你要下车，你可以按下那个下车按钮是吗？对。然后公交车突然开始唱歌。我第一次按下，我很惊讶，但是我觉得在台湾人已经习惯了这个所以他们都没有个reaction。对，他们没有很强烈的反应，对吗？对。因为在大陆也是这样，如果是公交车的话，你有这个按钮的功能，但是按一下基本上就是滴，或者是长时间的，比如说滴滴滴之类的，让司机知道你要下课，要下乘客需要停车。但是在台湾，他们下车是会唱歌的，对吗？对。
你想象一下，你突然就是坐在公交车上，看看窗外，然后突然有个人按了按钮，然后突然开始唱歌，我会觉得很可爱，然后也非常搞笑，是吗？对但是台湾人可能就没有表情，就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是吗？对，对，所以我每次觉得很搞笑，很可爱，对，我也很惊讶，但是他们已经习惯了。然后说到这里，我们要开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也就是学中文。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中文的？为什么会想要学中文？我开始学中文应该是已经1年了。然后我为什么要学中文？其实开始学中文的之前我先想学韩语。韩语。对，但是我学了1年，然后我还都听不懂，我不能说我可以读一点，但是我觉得我的韩语水平真的不好。但是在加州，我有很多中国朋友，中国同事，然后我那时候我告诉他们我已经学了韩语1年了，然后我完全都听不懂。我可能想尝试其他的语言，比如说日文或者中文，然后他们都说你应该学中文。所以我开始学中文，我用那个软件。叫Lingodeer。然后我用了这个软件学HSK1、HSK2这个简单的词汇。但是那时候我听得懂一点点，我看得懂一点点，但是我完全不能说。我没有机会练习我的口语。所以我都不能说。然后我应该是去年8月份开始看你的频道。然后我用你的视频怎么说跟读然后所以我听你说一句，然后我也说这句，然后下一句这种方法。影子跟读法，对吗？对。Shadowing。对，所以我用这个，然后我觉得我的口语的能力，因为我用这个方法，我练习口语。但是用软件学中文我都没有机会。所以我用这个 shadowing。我有很多机会说中文。但是
我还那时候我还没有机会跟中国人聊一聊。我跟我的中国朋友用比如说微信或者 Instagram 聊一聊，但是都是打字，不是面对面的聊天的嘛，所以我看得懂很多，我认识很多汉字，呃我觉得比较快，因为就是我每天跟中国朋友在加州用了微信或者Instagram 聊一聊，所以我看得懂，我也可以打字，但是我还没有机会跟中国人聊一聊。然后应该两个或者3个月前，我忘了，应该是2个月前，上了你的课，然后我每周有2个小时的机会可以聊一聊，都用中文，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最有用的，因为我可以用软件，我可以听很多视频，我也可以说就是shadowing 但是我觉得如果不是自然对话，就是现在的对话，我们只聊一聊一点，我觉得这种就是最有用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视频。明白。我也觉得，就是你在学语言的时候，最重要的还是跟可能中文母语者聊天对话，对吗？对因为如果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们是在语境下面的，我们是在内容里面的。比如我们有时候会聊到摄影，对吗？然后对摄影里面有很多的词汇，比如说对比度、光圈、焦距或者快门速度之类的这些词汇，对吗？如果你想要表达的时候，你是需要这些词汇的。然后对这个你想要表达的这个欲望，它是能够很刺激你的记忆的，它是能够帮助你记得更牢的，对对，吗？所以如果不知道现在大家能不能听到外面有那个倒车请注意的声音，不知道会不会录进去。我们刚刚因为从我们 hostel 的门口就有一个大货车，对吗？它在倒车，所以我们刚刚休息了一下。我们刚刚是聊到了学中文的事情，我们聊到了聊到了应该是你说最重要的对，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跟母语中文母语者聊天沟通这样子，让我们聊到一个话题，比如说摄影的话题，比如说旅游的话题，比如说学习的话题，都会有特别的词汇，所以在语境下面学词汇会比学单纯的词汇表，对吗？更容易，也记忆的更牢，对吗？我也感觉，如果是在聊天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你在学中文，或你只是在对，聊天，只是聊天。就是在聊天，在表达，对吗？对，这不会感觉是上课。对，不会感觉在上课。对，因为我现在在授的课或者是在教的课，我的形式就是
普通的沟通聊天，对吗？对我不会说特别的去教你这个语法点，或者是教你这个词汇，对吗？对，这是普通的聊天，然后以后我可以用你写的新词汇做单词卡。对，做单词卡，就是我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课程，我的课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是有中文的基础，就是你可以进行一些很简单的沟通。我们可以从最开始的沟通开始，然后一点点慢慢的进行深入的沟通，这样我们就能够学习特别的词汇，对吗？对，对，所以如果大家也有感兴趣，想要提升你的中文，或者是通过对话聊天的方式，就像现在我们录播客，其实这个 podcast 的感觉就像是我们平时上课的感觉，对吗？对，对，我们上课也是会像现在这样，聊天的形式。然后，如果你有不会表达的词汇，你可以用英文，对吗？然后我会告诉你对应的中文是什么。然后在这堂课结束之后，我会给你发一张表格，上面有我们这节课聊天你碰到的不会的中文，还有拼音，还有对应的英文翻译，还有例句。我会在这节课之后分享给你一个文档，里面就是这节课你遇到的不会的单词。所以如果你有一定的中文基础，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沟通，然后你需要提升你的中文水平，你就可以来找我报课。我们可以约定好时间，比如说1星期1次或者1星期2次进行这样的语言的训练，对吗？对，我推荐大家上 Cleo 的课，我觉得真的很有用。我现在说中文的能力都只是因为我上Cleo 的课，然后看视频。明白。对，所以对我也要非常谢谢你，就是因为跟你在上课的过程中，我知道了哪些地方可能你们在学习中文的时候有不太明白的地方，对吗？比如说昨天我们聊到了走过来走过去站起来这样子之类的3个字的表达，对吗？其实对于你们来说有一点困难，有点难理解。对，对，然后我想采访你一下，就是你觉得学中文的过程中，哪个部分是最难的？比如说是发音，还是汉字，还是听力？你平时是怎么学这些部分的？你觉得最难的是哪一部分？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觉得汉字有点难，但是简单的字不太难。如果只是大概500的最简单的汉字，我觉得还好。因为不是这么复杂的，没有这个就是人跳舞的感觉，没有小人跳舞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一开始我觉得汉字真的很难，但是学到HSK1的汉字之后，我觉得还好。还有很多部首，如果你已经认识部首或者左边的那一步，你可能猜到不认识汉字的意思，或者可能它的发音。
一开始会觉得汉字很难，但学到一定程度，比如大概几百个常用的字后，反而没有那么可怕了。因为我们可以慢慢通过部首去猜这个字的意思或者发音。其实更难的是发音，其实更难的是声调。在中文里有一些特有的音，比如知、吃、诗、日，还有这种发音，在英语里是完全没有的。所以后来他总结了一个很实用的方法，就是不要用英文的方式去读拼音，而是要从一开始就把拼音当成一个新的发音系统来学。甚至可以去看口型，去理解舌头的位置，比如舌头是在前面还是卷起来的，这些其实都很关键。然后我们还聊到了一个工具，叫做 IPA， 也就是国际音标。它的好处就是每一个符号只对应一个发音，而且是跨语言的。所以如果你已经学会了其他语言，比如英语或者印地语，你可以用 IPA 去做对照，就更加容易理解中文的发音。比如有些音在英语里没有，但你会发现在另一种语言里可能有，那你就可以借助这种桥梁更快地掌握。我之前听说过一个理论，但是也不我觉得不完全正确。他说学中文学一门语言最重要的其实是输入，对吗？你觉得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就是跟输入跟输出比起来。我觉得开始的时候我同意，但是如果你已经学到了，比如说 HSK2的水平，说这是最重要的。我也觉得，就像对于一个小宝宝，他要学中文的话，对，他其实一开始可能刚出生的1到2年，他听，一直输入，对吗？对。然后他可能是在可能过了1-2年之后，他才慢慢的会吐出一些语言，对吧？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学语言也其实跟小孩子一样，我们可能需要很多很多的输入，但是如果有输出的话，那会更快更好，对吧？对，所以开始的时候怎么说输入的就是很重要，因为你那时候完全都听不懂，都不知道怎么说，都不认识汉字，但是你能听中文视频，你可以用英文的字母，然后只听很多，然后学HSK1、2的单词卡，然后你可能试试说中文，但是如果你已经会说一点，那时候我觉得输出就是最重要的。我也觉得，对，如果你有一定的中文基础，你知道了，就是简单的沟通，比如说你好，你今天早上吃了什么，你几点？如果是知道了这些的话，你可以有一些简单的沟通了，我觉得这个时候输出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你自己录下你自己的声音，你重新听你自己说了什么，我觉得这个在我学法语的过程中也挺有用的，就是我会录下一段我自己说法语的过程，然后我会
我会重新写下我说了什么，然后我再反复的听，然后再对比我跟就是法语母语者他们是怎么说的，这样子进行输出对比的话，其实会学得更好更快，对吧？对对，然后我现在还用视频提高的听力，但是呃我也觉得现在呃呃自然的对话就是最重要，因为我能练习我的口语，然后我也可以练习我的听力。对，对，在对话其实它是一个很综合的，对吗？你需要听，你需要说，你需要理解，你可能对还需要知道一些文化的知识，对吗？对所以我觉得聊天就是一个最好最好的方法，对，学习语言。但是先需要已经知道一点点简单的词汇，简单的肯定需要已经知道发音。对，就是有一个理解性输入 （comprehensive input），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我觉得这个在沟通的时候也挺有帮助的，就是你可能已经知道了一部分的内容，然后你再加入一点点你不知道的。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新的词汇，但是你知道可能这个是一个摄影里面的词，然后你再去了解这个词后面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曝光，这个是感光度，这个是对比度、饱和度、平衡、白平衡之类这些词。你再慢慢的去了解，也有点像 comprehensible，就是它是在这个语境下面的，对吗？对，如果你已经知道比如说HSK3水平的中文，我觉得学新词汇，如果你不用你的母语的翻译，我觉得这个更好。如果比如说学新词汇，但是只用中文了解它的意思。我明白。就比如说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我们昨天聊到了白平衡是吗？white balance 对吗？然后我觉得你应该不知道白平衡这个字，所以有时候可能会说这个画面太红了，太黄了，太蓝了，太绿了之类的，那你就会知道是这个画面的白平衡出了问题，对吗？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更简单的语言，比如说这个画面不是正常的画面，它可能太黄了，或者颜色不对，对吗？那我们就知道了是它的白平衡出了问题，是它的 white balance 出了问题，对吗？对，所以我觉得用简单的中文解释中文，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对，所以如果我只用中文学新词汇，脑子里只是中文，没有英文，我觉得这个更好。对，我也觉得我在学法语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有时候会有这样子的奇怪的。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就是我想查一个法语单词，然后我用法语查一个法语单词，然后他给我的解释也是法语的，但是这个解释里面又有词我是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我又会再去查这个字，所以就会导致了有好多词汇
跟这个相关的词汇我都不知道，所以我要一个个去查。我觉得如果我用你的超级重的中文词典，对，我也可能有这个问题，我查这个吃字对吗？你视频里就是你查了吃，对，但是如果我看不懂吃的那个他说吃的意思，但是我看不懂，对，但我可能需要把这些字再查词典，然后如果我再看不懂，我可能又查的这个字的意思，这个字的怎么读？对，所以有时候定义这个东西就很复杂，比如说吃，这是一个动作，动作是什么东西，是吗？比如说猫，这是一个动物，动物是什么东西？对。比如说水果说这是一个苹果，苹果是一类水果，水果是什么？是吗？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对。就你可能会有不同的不懂的东西，就是分类的东西，对吗？我们上课时候也有这个问题。你说新词汇我听不懂，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你告诉我，但是我听不懂，还是听不懂，对，还是听不懂他的意思。所以说那个词的是什么意思？我想到一个，我们在说自然这个词，对吗？就是我说这个人好自然啊，对吗？然后你问我自然是什么意思，然后我说自然的意思就是好相处，很友善。然后你也不知道友善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只能说 friendly， 然后你就懂了是 friendly 的意思，是友善的意思，然后也是好相处的意思，对吗？对。所以会有这样的一连串的问题。对，所以可能有时候需要用英文。对，有时候还是需要用英文。但是也一直到这个 friendly 的意思就都知道。别的词汇。就是不能过多的依赖这个翻译，对吗？对。你还是需要在中文的脑子里面，对吗？你还是需要用中文想东西，这样的话你可以说也可以说中文，但是就是有时候你不知道怎么用中文表达，你可以换种方式表达，对吗？比如说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你可以说它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它是圆的还是方的还是三角形的，它是一种动物还是一种水果还是一种蔬菜，它是什么颜色的，它是白的还是红的，它是能吃的吗？是不是就是通过这种描述性的语言我们能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跟学自己的母语很像的。对。如果你用你有英文我有英文的词汇我不认识，我要查词典，词典里都是英文。所以我需要查英文词汇的意思都用英文。对。所以我觉得用这个方法学中文的词汇也很有用。没有英文的。我也觉得，如果你有一定的中文基础，那你可以试着用描述的方式，用中文查中文的方式，然后来认识更多的词，然后也能够更好的知道怎么表达，怎么描述它，对吧？对。
然后我又问了他一个问题，有没有一个词是你觉得特别有意思或者特别让人容易误解的？我有一个例子，就是那天我们在路上看到的步行这个词。其实这个词也非常有意思，因为步行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行不行可不可以的那个行不行，那个步行也就是不能，对吧？但是步行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走路的意思，就是行人的那个行。所以多少第一次听到别人说步行5分钟，只听到了步行，以为是不可以5分钟。步行有一样的发音，不一样的汉字。对，因为我们会说，比如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步行5分钟，对吗？我们会说步行5分钟，就是走路的时间我们需要5分钟，但是步行5分钟，什么叫不可以5分钟？不能5分钟是吗？对对，所以我第一次来中国，上次来中国，我以为他们说不行，不行就是不可以，对吗？对，不行5分钟，不行10分钟，不行，明白？对，然后我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昨天在走路的时候聊到了你的camera door， 对吗？对对。对。用英文我们说 camera door， 对，所以我也说我可能说校准门，对，但是你说不是门，对，不是门。我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个 door 怎么说，用中文怎么说。然后我后来但是我总是觉得不对，应该没有门这个想法，因为我们一般说门就是真正的门，开门就是比如说你房间的门，或者你屋子的门、建筑的门、大楼的门，当然还有快门，这个是另外，对，它也是相机有快门，对，有快门，然后门好像没有其他特别的了，然后所以这个 camera door 我就觉得应该不是门。我就觉得很奇怪，但有其他的说法，但是我不确定。但是我后来去查了，我就知道其实 door 在中文里面其实是后盖的意思，或者说我们叫机背，专业一点来说我们叫后盖或者机背。所以door 这个词就是在英文里面很常见的，但是在中文里面的话，我们也不那么讲。还有一个点就是给中文这个字，我们在中文里会说我给你看，我去给你拿笔，但如果翻译成英文就会变成 give you look 或者 give you take， 听起来就会很奇怪。在英文里会说 I'll show you， 对吗？或者 I'll get you a pen， 所以完全是不同的动词。所以给在中文里其实不只是 give， 它还可以表示一种为你做某种事情的感觉。还有像送这个字也特别有意思，我们可以说我送你一个礼物，或者也可以说我送你回家，我送你去上班，还有送别，对吗？但在英文里这些词都要用完全不同的词来表达，所以有时候一个中文词其实对应的是一组中文表达。比如说像帮，我们会说我帮你拍照，但英文里更自然的是 I can take a picture for you， 对吗？而不是 I help you take a picture。所以这些都是语言思维的差异。还有中文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组合型的语言。比如我们可以说走过来、走过去、拿进来、拿出去，通过不同的组合表达不同的方向和状态，对吗？还有像睡觉，我们有时候直接说睡，吃饭也可以说吃。还有很多叠词，比如白花花、红彤彤，或者小朋友会说吃饭饭、睡觉觉。
这些都是让语言更有节奏、更有画面感的表达。所以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其实在中文里很难去定义词汇量这件事情，因为一个意思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表达方式，也可以组合出很多不同的词，不像英文里，比如 sleep 就是一个词，但中文里可能是睡、睡觉、睡着了，甚至还有更多的变化。所以你很难说这个到底算一个词还是多个词。然后我们还聊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多少帮我做了一个字幕的小工具。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我的视频有了很多字幕选项，你可以同时显示中文、英文、拼音，你也可以选择中文、英文或者中文加英文、中文加拼音等等。这个多少真的帮了我好多好多好多。这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个工具，所以多少在看我视频的时候非常需要这种字幕。他看我的视频会用3种方法看，第一遍会完全不看字幕，只是看，只是听，想测试一下到底能听懂多少。第2遍可能会打开中文字幕，因为有时候我说的比较快，或者有些表达听不懂，他可以通过汉字去理解我在说什么。然后如果需要的话，还会看第3遍，有些地方完全听不懂，加上中文也看不懂，就会打开中英双语字幕，用英文来辅助理解。所以有时候如果我的视频本身就有了中文和拼音，没有办法这么很自由的切换字幕，所以有时候它会通过很原始的方法，比如把视频放大，或者用手挡住一部分字幕来控制它能看到的信息，所以其实非常不方便。所以杜舍尔就想，如果本身已经有中文和英文的字幕文件的话，就可以做一个小的工具，把不同的语言字幕组合在一起，可以让大家自由地选择想要看的字幕方式。所以杜舍尔就为我做了这个字幕的软件。我觉得变化真的非常大，因为它让学习者有了选择权，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水平决定你需要什么样的输入。比如，如果你刚开始学，你可以用中文拼音加英文，等你有了进步，你可以选择只看中文。所以大家看视频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第1遍只是看，只是听，第2遍你再去看中文，然后第3遍你再加入英文，会更好的帮助你理解。然后最后我问了多少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如果有一个人现在想开始学中文，你会给他什么建议？第一个就是需要学到拼音的发音，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不然以后学到的事情可能用了不对的发音。第二个是听很多很多中文，看Cleo 的频道听中文。第3个就是练习口语，不管是shadowing 的方法，如果没有其他的机会，或者上 Cleo 的课，或者跟自己中国朋友聊天都可以，但是这个练习对话自然的对话很重要。
明白。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跟你原来的语言区分开来，我们需要你真正的去了解拼音是怎么发的，对吗？对。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输入的问题，你需要听很多很多中文的内容，你需要看很多视频，你需要听很多东西，你需要有很多的输入。第三个就是输出，你需要很多的说话的机会，跟中文母语者交流，或者就是开口说话这件事情，对吗？对，我觉得这3点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学中文还是学其他语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建议，都是最重要的tips。好啦，所以这一期内容我给大家复盘了我和都舍尔的聊天，在这期可以说是一个漫谈，我们谈了好多内容，谈了摄影，谈了旅游，谈了在国内的文化，还有不同的差异，还有当然最重要的是学中文这件事情。然后如果大家喜欢这期内容，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跟大家分享，你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然后欢迎大家在 Ko-fi 上给我买一杯咖啡支持我。如果你也想上像这样的中文课，用沟通交流的方式提高你的中文，你也可以在 Ko-fi 上面报我的课。然后这就是这期 podcast 的全部内容了。我是 Cleo，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